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张总一直认为我李明远就是公司里最平庸的那个销售，业绩倒数，存在感为零。当他在全公司面前羞辱我，说要炒掉我这个废物时，我只是静静地点了点头。第二天，当我把辞职信放在他桌上时，他还是那副不屑一顾的表情。第三天，直到他翻到第2页，看到我的客户移交清单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第4天，那一刻我才明白，有些真相一旦揭开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李明远，你给我站起来！张总的声音在会议室里炸响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。我慢慢放下手中的笔，站起身，看着坐在主位上的张总，他的脸涨得通红，手里拿着一份报表，用力拍在桌上。你看看，你这个月的业绩倒数第一，整整30万的业绩差距。你告诉我，公司养你是来干什么的？会议室里鸦雀无声，20多个同事都低着头，生怕被殃及池鱼。我看了一眼那份报表，上面确实写着我的名字，业绩栏里是一个刺眼的0。张总，我这个月确实没有新签单。我的声音很平静，没有辩解，也没有激动。没有新签单。张总站起来，走到我面前，距离近的我能闻到他嘴里的烟味。李明远，你在这家公司干了3年，你知道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吗？我告诉你，0，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。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，我看到几个女同事都忍不住皱了皱眉头。王小丽偷偷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里带着同情。刘大伟则是一副看好戏的表情，嘴角还挂着若有若无的笑意。张总，如果您觉得我不适合这个岗位，我可以申请调岗。我依然保持着平静的语调。调岗？张总冷笑一声。李明远，你以为这里是慈善机构吗？公司要的是能创造价值的员工，不是混日子的废物。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这个月底，你可以收拾东西走人了。会议室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，等待着这场单方面的屠杀结束。我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。怎么，没话说了？张总回到座位上，靠在椅背上，一副胜利者的姿态。我再给你一个机会，这个月剩下的10天，你要是能签下一单，我就不开除你。但是如果还是0业绩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我看着张总，心里很清楚，这不是什么机会，而是他想看我 desperate 挣扎的样子。10天时间，从接触客户到签单，在我们这个行业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他就是想让我在绝望中离开。明白了，张总。我说完这句话，转身走向门口。等等。张总又叫住了我。李明远，我希望你能明白一个道理，在这个社会上，没有能力的人就该被淘汰。你这3年来的表现，已经充分证明了你的无能，早点认清现实，对你对公司都好。我停下脚步，回头看了他一眼。您说的对，张总。然后推门离开了会议室。走廊里很安静，只有空调的嗡嗡声。我回到自己的工位，坐下来打开电脑，屏幕上显示着几十个未读邮件，都是客户发来的。我一封一封地点开，里面全是询问项目进度的内容。李总，上次谈的那个合作方案，我们老板很满意，什么时候可以签合同？明远，那批设备的报价能不能再优化一下？李工，我们下周想去你们公司实地考察，你看什么时间合适？看着这些邮件，我忍不住笑了。如果张总知道这些邮件的内容，不知道会是什么表情。
下班时间到了，办公室里的人陆陆续续离开。王小丽走过来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明远，别太在意张总今天说的话，他就是那个脾气，你知道的。”我抬头看着她，这个30多岁的女人，眼神里确实带着关切。“我没事，谢谢你。要不要一起去吃个饭？”她提议道。“散散心也好。”我摇了摇头：“不了，我还有点事要处理。”等办公室里的人都走光了，我才打开抽屉，拿出一个黑色的笔记本。这个笔记本我用了3年，里面记录着所有客户的详细信息，不是公司的 CRM 系统里那些表面数据，而是真正有用的东西。我翻开第1页，上面写着华鼎集团陈董事长，个人电话138#888888，这是公司最大的客户，年采购额超过5000万。陈董事长是个60多岁的老人，喜欢喝茶，女儿在美国读书。他的公司地址不在 CBD， 而是在城南的一个工业园。每次谈业务，他都习惯约在公司附近的那家茶馆。我继续往下翻，第2页，美联科技刘总经理，微信号 Liataxio。这家公司虽然规模不大，但是付款爽快，从不拖欠。刘总年轻有为，做事雷厉风行，最讨厌啰嗦的销售，跟他谈业务要直接，产品好价格合理就行，不需要太多套路。第3页，盛世投资王副总 ，QQ 号码888888星号。这是一家投资公司，手上有很多项目需要设备采购。王副总表面上很严肃，实际上是个技术控，喜欢研究产品的技术参数。只要你能在技术层面征服他，订单基本就定了。我一页一页地翻着，每个客户我都能想起他们的样子。华鼎的陈董事长总是穿着老式的中山装，说话慢条斯理。美联的刘总喜欢穿运动装，见面总是匆匆忙忙的样子。盛世的王副总戴着厚厚的眼镜，每次讨论技术问题都会兴奋起来。这些人的联系方式，公司的 CRM 系统里一个都没有，因为他们都是我的私人联系人。3年前我刚入职的时候，张总给我分配了一堆所谓的意向客户，都是一些在网上留过信息或者参加过展会的联系人。我一个一个的打电话、发邮件，99%都石沉大海，偶尔有回复的，也都是一些没有决策权的小员工，根本签不了单。后来我改变了策略，我开始自己寻找客户，通过各种渠道去接触真正有采购权的人，参加行业会议，加入技术交流群，甚至蹲守在客户公司楼下。慢慢的，我建立起了自己的客户网络。这些客户有一个共同特点，他们都不喜欢通过公司的正式渠道接触，他们更愿意直接跟我这个具体负责的人沟通，所以他们的联系方式只有我一个人知道。在公司的记录里，我确实没有什么亮眼的业绩，因为我的客户都不是通过公司分配的线索转化的。按照内部规定，我无法拿到这些客户的业绩提成，但是这些客户的订单确实是通过我拿到的。公司把这些业绩都算在了市场部门的头上。华鼎集团去年的5000万订单，名义上是市场部的李经理谈下来的，实际上李经理连陈董事长的面都没见过，整个项目从接触到签约都是我在跟进。陈董事长甚至以为我就是我们公司的李经理。我合上笔记本，心里已经有了决定。既然张总觉得我是个废物，那我就成全他，让他亲眼看看失去我这个废物会是什么后果。第2天一早，
我就到了办公室，趁着还没人上班，我打开电脑，开始写辞职信。尊敬的张总，经过深思熟虑，我决定辞去目前的工作岗位。根据劳动合同规定，我会提前1个月提交此辞职申请。在离职交接期间，我会配合完成所有相关工作的移交。特此申请，李明远。2024年4月15日，写完辞职信，我开始整理客户移交清单，这是重头戏。我打开笔记本，把里面的客户信息一条一条地敲进电脑。华鼎集团，联系人陈董事长，年采购额5000万；美联科技，联系人刘总经理，年采购额1200万；盛世投资，联系人王副总，年采购额800万。整整3页纸，26个客户，总采购额超过2个亿。这还只是去年的数据，今年的单子更多。我特意在每个客户信息后面标注了详细说明，该客户只接受本人直接对接，不通过公司其他渠道，联系方式为本人私人维护，未录入公司 CRM 系统。项目进度及技术细节需由本人跟进，其他人员无法接手。写完这些，我又补充了一段话：以上客户关系为本人3年来亲自开发维护，均为独家资源，因个人原因离职，无法继续为公司服务，特此移交。如有疑问，请在本人离职前及时沟通确认。上午9点。同事们陆续到了办公室，张总还没来，他一般10点左右才到。我把辞职信和客户清单装进一个文件袋，等待时机。王小丽走过来，看到我在整理东西，明远，你昨天想通了？其实也不用太较真，张总就是那个性格，过几天就忘了。我摇摇头，我已经想清楚了，是时候走了。他愣了一下，你真的要辞职？为了昨天那点事，值得吗？不是为了昨天的事，我说，是我觉得这里确实不适合我。刘大伟在旁边的工位上听到了我们的对话，转过头来，李明远，你可想清楚了？现在工作不好找，你这个年纪再找工作，选择面可不多。我看了他一眼，没有接话。刘大伟这个人心眼不坏，但是有点喜欢看热闹。10点过10分，张总终于到了办公室，他拎着公文包，脸色还是昨天那副阴沉的样子。经过我的工位时，他停下脚步看了我一眼，怎么，考虑清楚了？还有8天时间，抓紧努力。我站起来，拿着文件袋跟在他身后。张总，我想跟您谈一下。他推开办公室的门，头也不回地说，有什么好谈的？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。我跟着进了办公室，关上门。张总，我决定辞职。他正在脱外套，听到这话停了一下，然后继续挂衣服。辞职？他转过身，脸上挂着讽刺的笑容。李明远，你以为我会挽留你吗？我从文件袋里拿出辞职信，放在他桌上。这是我的辞职申请。张总瞥了一眼辞职信，没有拿起来看。行，我批准了，不用等到月底，你今天就可以走。我继续从文件袋里拿出客户移交清单，这是需要移交的客户资料。他这才拿起那份辞职信，草草看了一眼，还挺正式。他随手把辞职信扔在一边，拿起了客户清单，让我看看你都有什么客户需要移交。他的语气充满了不屑。3年时间，应该积累了不少线索吧？我静静地站在那里，看着他翻开第1页，他的表情还很轻松，甚至带着看笑话的意味。华鼎集团，他念着第1个客户的名字，这不是咱们最大的客户吗？你什么时候接触过华鼎？说到这里，
他抬头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里带着怀疑。陈董事长，年采购额5000万。他继续往下看，声音越来越小。美联科技，刘总经理，年采购额1200万。他的手开始微微颤抖。盛世投资，王副总，年采购额800万。办公室里安静的只剩下空调的声音。张总的脸色开始发白，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。他翻到第2页，然后第3页，手上的动作越来越僵硬。最后，他把客户清单放在桌上，双手撑着桌面，整个人好像被抽干了力气。李明远，他的声音有些颤抖。这些客户真的都是你在对接？我点了点头。是的，张总。那市场部李经理，李经理只是名义上的对接人。我平静地说，实际的业务往来都是我在处理。张总瘫坐在椅子上，拿起客户清单重新翻看。这次他看得很仔细，每一个数字都不放过。2个亿，他喃喃自语，整整2个亿的采购额。突然，他抬起头看着我，眼神里带着惊恐。李明远，这些客户如果知道你离职了……我没有回答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。不行，你不能走。张总忽然站起来，语气变得急切。李明远，我们好好谈谈。昨天的事是我说话重了。我摇了摇头。张总，辞职申请我已经提交了，那些话我收回。他的声音提高了8度。你继续留下来，我给你升职，给你加薪。抱歉，张总。我转身向门口走去。我已经决定了。等等！张总急忙追上来。李明远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开个价，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。我停下脚步，回头看着他，这个刚才还叫我废物的男人，现在眼神里满是恐慌。张总，昨天您说的对。我的声音很平静，没有能力的人就该被淘汰，早点认清现实，对您对公司都好。说完这句话，我推开办公室的门，走了出去。身后传来张总的声音：李明远，我们再谈谈。但我没有回头，径直走向自己的工位。办公室里的同事们都停下手头的工作，好奇地看着这边。他们显然听到了张总办公室里传出的声音。我坐下来，打开电脑，开始收拾个人物品。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，几本书，一个水杯，还有那个黑色的笔记本。王小丽走过来，小声问道：到底怎么了？张总怎么这么激动？我没有回答，只是专心整理着东西。这时，张总的办公室门又开了，他站在门口，脸色铁青，看着满办公室的员工，都愣着干什么？工作。但是他的目光一直在我身上，眼神复杂，有愤怒，有恐慌，还有一种说不出的绝望。我知道，他现在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：有些人的价值不是用表面的数据可以衡量的，而有些损失一旦造成，就再也无法挽回了。下午2点，我正在办公室收拾最后一些东西，张总的办公室门开了，他走出来，直奔我的工位。李明远，我们私下谈谈。他的语气已经完全没有了上午的强硬。我看了看周围的同事，都在装作专心工作，但耳朵明显都竖着。张总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不是工作的事。他压低声音，是关于那些客户的具体情况。我停下手上的动作，看着他，他的眼神里写满了焦虑。好吧，我站起来，跟着他进了办公室。一关上门，张总就急切地问：李明远，华鼎的陈董事长，他知道你要离职吗？我摇摇头，还没通知他们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通知？按照公司规定，我会在离职前1周通知所有客户。张总的脸色更白了。1周？李明远，
你知道华鼎如果知道你离职会是什么反应吗？我当然知道。陈董事长是个很传统的生意人，最重视的就是人情关系。他之所以愿意跟我们公司合作，完全是因为信任我这个人。如果知道我离职了，他第一反应绝对是终止合作，这不是我需要考虑的问题。我说：“李明远，我求你了。”张总的语气变得恳切：“你给我点时间，让我想想怎么处理这件事。您打算怎么处理？”我有些好奇。我需要安排其他人接手你的客户。他有些结巴，但是你也知道，这些客户关系很特殊。我忍不住笑了。张总，您觉得谁能接手华鼎的陈董事长？他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来。华鼎的陈董事长什么脾气？公司里人尽皆知。市场部的李经理曾经试图直接联系过他，结果被陈董事长当场赶了出来。陈董事长的原话是：“我只认李明远，其他人免谈。”那美联的刘总呢？张总又问。您可以试试让刘大伟去接触一下。我说，不过您最好先了解一下刘总的脾气。张总当然知道美联刘总的脾气，那是个出了名的技术控，专业问题问不出个所以然来，他连正眼都不会看你。而公司里能跟他在技术层面对话的，只有我一个人。李明远，你就不能再考虑考虑？张总几乎是在哀求。我给你涨薪50%，不，涨1倍。我摇摇头，不是钱的问题。那是什么问题？他急切地问。你说，我一定想办法解决。我看着这个昨天还在羞辱我的男人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。张总，昨天您说我是废物，说我3年来没给公司创造任何价值。当时我就想问您，您真的了解我在做什么吗？张总的脸涨得通红，张了张嘴想要辩解。我知道在您眼里，销售就应该有漂亮的签单数据。我继续说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公司这3年业绩稳步增长？为什么那些大客户会持续合作？为什么我们在行业里的口碑越来越好？张总低下了头，不敢看我的眼睛。我确实没有什么签单数据，因为我的工作重点不在签新单，而在维护老客户。这些客户的续约率，您查过吗？他们的满意度调查，您看过吗？他们为什么愿意介绍新客户给我们？您分析过原因吗？办公室里安静的只剩下墙上挂钟的滴答声。李明远，是我错了。张总终于开口，声音很小，我向你道歉。我看着他，心里没有任何得意的感觉，只是觉得有些悲哀。一个管理者居然对自己手下员工的真实工作内容一无所知，道歉就不必了。张总，我说，我只希望您以后能更仔细地了解每个员工的价值，不要只看表面数据。那你真的不能再考虑一下吗？他最后挣扎了一下。我拿起桌上的客户清单，递给他。这份清单我已经整理得很详细了，每个客户的联系方式、合作背景、技术需求都写得很清楚。您可以安排其他同事尝试接触。张总接过清单，手有些颤抖。如果他们不接受其他人呢？我耸耸肩，那就只能说明，确实如您昨天所说，没有能力的人就该被淘汰。这句话像一把刀，狠狠地扎在张总心里。他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，嘴唇都在发颤。我转身向门口走去，手刚碰到门把手，身后传来张总绝望的声音：“李明远，你说个数，多少钱你才愿意留下？”我停下脚步，没有回头。张总，有些东西不是钱能买到的，比如尊严、
说完这句话，我推开门走了出去。办公室里的同事们都看着我，眼神复杂，有的人眼里是敬佩，有的人眼里是震惊，还有的人眼里是担忧。我走回自己的工位，继续收拾东西。王小丽走过来，小声说：“明远，你这样做会不会太决绝了？张总已经服软了，你再坚持一下，说不定能争取到更好的条件。”我摇摇头，把最后一本书装进箱子里。有些事情不是条件的问题。刘大为也凑了过来，脸上带着复杂的表情。李明远，我真没想到你手里有这么多资源，平时看你挺低调的。我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。低调不是装出来的，而是一种选择。有些人喜欢张扬，有些人习惯内敛，这没有对错，只是风格不同。下午4点，我收拾完了所有东西，一个纸箱子装着我3年来在这里的全部痕迹。我站起来，环顾了一下这个工作了3年的办公室，每个工位都很熟悉，每个同事都认识。说不留恋是假的，但是有些路一旦走出了第一步，就再也回不了头。正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张总的办公室门又开了，他走出来，手里拿着那份客户清单。李明远，这些客户的联系方式。我停下脚步，看着他。怎么了？华鼎的陈董事长。我试着打了他留在公司的电话，提示是空号。张总的声音有些发颤。美联的刘总，公司里登记的邮箱也显示无效。我点点头，是的，他们不喜欢用公开的联系方式谈业务。那这些客户我们怎么联系？张总几乎是在哀嚎。我从口袋里掏出那个黑色的笔记本，在他面前晃了晃，所有有效的联系方式都在这里。张总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，像看到救命稻草一样。李明远，这个笔记本是我的私人物品。我打断了他的话，里面记录的是我3年来建立的个人关系网络。我把笔记本重新装进口袋，拎起纸箱子向门口走去。走到门口的时候，我回头看了一眼，张总还站在那里，手里拿着那份客户清单，表情绝望。办公室里的同事们都在看着这一幕，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诡异的安静。各位同事，感谢3年来的相伴。我向大家点了点头，有缘再见，然后推开门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走出写字楼的时候，我接到了陈董事长的电话。小李，下周的设备调试安排好了吗？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和蔼。陈董，有件事我需要跟您说一下。电话里，陈董事长还在等我的回复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陈董，我从今天开始不再是那家公司的员工了。”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钟。小李，你说什么？你离职了？是的，我刚刚办完离职手续。我站在写字楼门口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，所以接下来的设备调试可能需要他们安排其他人跟进。其他人？陈董事长的语气明显变了。小李，你知道我的脾气，我只跟你一个人合作。如果你不在了，这个项目我们就不做了。我心里早就预料到这个反应。陈董事长做生意最看重的就是人品和信任，他之所以选择我们公司，完全是冲着我这个人来的。陈董，我理解您的想法。我说，但是公司还是那个公司，产品质量和服务标准不会变。不行。陈董事长的语气很坚决。小李，你现在有什么打算？是去了别的公司，还是自己创业？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想好。离职的决定是临时做的，后面的路还没有具体规划，暂时还没确定。陈董，我如实回答。这样，小李，
陈董事长想了想说道：“我给你1个月时间考虑，不管你去哪里，只要还是做这个行业，华鼎的订单就跟着你走。今年的采购计划是8000万，全部给你。”我愣住了，8000万的订单，这比去年还多了3000万。陈董，这没什么好犹豫的。陈董事长打断我的话：“做生意做的是人，我认准了你这个人，你在哪里，我们的合作就在哪里。”挂断电话后，我心情复杂。陈董事长的话让我感动，但也让我感到压力。8000万的订单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数字。手机又响了，这次是美联科技的刘总。明远，华鼎的陈董刚给我打电话了，他说你离职了。消息传得真快，商界就是这样，几个大老板之间经常会互相通气。是的，刘总，我说，今天刚办的手续，你这小子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。刘总的语气有些责怪。明年我们准备上一条新生产线，设备采购预算2000万，本来想让你来做这个项目的，又是2000万。我发现自己手里的资源比想象中还要值钱。刘总，您可以联系我原来的公司。我说，他们会安排其他人跟进的。算了吧。刘总直接拒绝。我跟你合作这么久，就是看重你的专业能力，换别人我不放心。这样，你如果有新的去处，记得通知我一声。这个项目我可以等你。连续2个客户都明确表示要跟着我走，这让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。原来我以为自己只是个普通的销售，现在才发现，在客户眼里，我已经成了不可替代的合作伙伴。回到家里，我坐在沙发上，仔细思考接下来的路。创业肯定是有可能的，华鼎的8000万加上美联的2000万，就是1个亿的启动资金。但是创业意味着风险，也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。正想着，手机响了，这次是个陌生号码。请问是李明远李先生吗？电话里是个女人的声音，听起来很客气。我是，请问您是？我是嘉华投资的王经理，听说您今天从前公司离职了。我愣了一下，消息传得也太快了吧，连投资公司都知道了。是的，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的，李先生，王经理说道，我们一直在关注您在行业内的发展，如果您有创业的想法，我们愿意提供资金支持。这个发展有点出乎意料。王经理，能冒昧问一下，您是怎么知道我的？华鼎的陈董事长推荐的。他说，陈董跟我们老板是多年的朋友，他刚才特意打电话过来，说您是个值得投资的人才。原来如此，陈董事长不仅要把订单给我，还要帮我找投资，这份情谊确实让人感动。王经理，感谢您的信任。我说，不过我还需要时间考虑。当然，这么重要的决定确实需要慎重。王经理很理解，如果您需要详细了解我们的投资条件，随时可以联系我。挂断电话后，我开始重新审视今天的决定。原本只是想为自己争取一点尊严，没想到却意外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。晚上8点，手机又响了，这次是张总打来的。李明远，你在哪里？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。在家。我说，我想跟你见个面，单独谈谈。他说，有些事情我需要跟你解释清楚。我想了想，同意了。在哪里见？楼下的咖啡厅。我已经到了。10分钟后，我在楼下的星巴克见到了张总。他坐在角落的位置，面前放着一杯已经凉了的咖啡。看到我进来，他立刻站起来招手。我走过去坐下，打量着这个下午还在办公室里耀武扬威的男人。现在的他看起来憔悴了很多，眼神里没有了白天的傲慢，
只剩下疲惫和焦虑。李明远，谢谢你愿意见我，他开口说道。我点了杯咖啡，没有立刻回应。今天下午，华鼎的陈董事长给我打电话了。张总说道，他说要取消跟我们公司的所有合作。我没有表示意外，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情。不只是华鼎，张总继续说，美联的刘总也打来了电话，说明年的项目不做了。还有盛世投资的王副总直接说要终止现有的合同。我端起咖啡喝了一口，味道有些苦。李明远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张总的声音有些颤抖。这些客户的订单加起来占了我们公司年营业额的70%以上。如果他们都走了，公司就完了。我看着他，心里没有任何幸灾乐祸的感觉，只是觉得有些悲哀。一个管理者居然不知道自己公司的核心资产是什么。张总，您今天找我想说什么？我直接问道。我想请你回来。他说，不是我求你回来。我摇摇头，这不可能。李明远，我知道今天的事是我做错了。张总的语气变得恳切，我向你道歉，我向你赔罪，你开什么条件都可以，只要你愿意回来。我看着这个曾经高高在上的男人，现在却在我面前低声下气，说不感慨是假的，但是感慨归感慨，有些事情不是道歉就能解决的。张总，您觉得我为什么要离职？我问道。因为我说话太重了，伤了你的自尊心。他说。我摇摇头，不只是这个原因。那是什么？我想了想，说道，张总，您知道我在公司这3年每天都在做什么吗？张总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来。您知道华鼎的陈董事长为什么只愿意跟我合作吗？我继续问，他还是答不上来。您知道美联的刘总最看重的是什么吗？张总低下了头。这就是问题所在。我说，您作为公司的总经理，对自己手下员工的工作内容一无所知，对重要客户的需求毫不了解。您只看表面的数据，从来不关心这些数据背后的真实情况。张总的脸涨得通红，但是没有反驳。更重要的是，您不尊重员工。我的语气变得严肃。当一个员工的价值被你低估的时候，当他的努力被你忽视的时候，当他的人格被你践踏的时候，他为什么要继续留在这里？咖啡厅里播放着轻柔的音乐，但是我们这个角落的气氛却很凝重。李明远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张总说道，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证明我可以改变。我看着他，心里有些动摇。毕竟在这家公司工作了3年，多少还是有感情的。而且如果公司真的倒闭了，那些无辜的同事也会受到牵连。但是理智告诉我，有些错误犯了就是犯了，有些伤害造成了就无法挽回。张总，我理解您现在的难处，我说，但是我的决定不会改变。张总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。李明远，那些客户，他们做什么决定是他们的自由。我说，我不会干涉。你不干涉？张总的语气变得激动。那你为什么不劝劝他们？你在他们心里有那么大的影响力，只要你说一句话。我打断了他的话。张总，您还是没有明白，这些客户之所以要终止合作，不是因为我离职了，而是因为他们对公司失去了信心。失去了信心。是的，我说，他们跟公司合作这么多年，建立的是基于信任的合作关系。当他们发现公司连自己最核心的员工都留不住，当他们发现公司管理层对业务状况一无所知，他们还会相信这家公司的未来吗？张总愣住了，显然没有想到这个层面。所以，即使我回去了，
这些客户也不会立刻恢复信心。我继续说道，信任这种东西，建立需要很长时间，毁掉却只需要一瞬间。咖啡厅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，我们的对话被周围的嘈杂声掩盖。那怎么办？张总的声音里带着绝望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说道：张总，也许这是一个机会。什么机会？一个让您重新审视公司管理模式的机会。我说，一个让您重新认识员工价值的机会。张总看着我，眼神里有了一丝希望。您可以从这次的教训中学到什么是真正的管理。我说，不是靠权威压制员工，而是要发掘和尊重每个人的价值，不是只看表面数据，而是要深入了解业务的本质。可是那些客户，张总还是放不下。张总，我有个建议。我说，您可以亲自去拜访这些客户，不是为了挽留他们，而是为了听听他们的真实想法，了解一下他们对公司的真实评价，了解一下他们的真实需求。张总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如果您能真正理解客户的需求，如果您能建立起新的服务模式，也许还有挽回的机会。我说，但是这需要时间，也需要您付出真正的努力。我站起来，准备离开。张总，今天就谈到这里吧。我会把我知道的客户信息整理一份详细的材料给您，剩下的就靠您自己了。李明远，张总叫住了我。如果我能证明自己可以改变，你会考虑回来吗？我回头看了他一眼。张总，有些路走出去了，就很难再回头。不过我会关注公司的发展，如果真的有需要帮助的地方，我不会袖手旁观。回到家里，我开始认真考虑未来的规划。创业确实是个选择，有了客户资源和投资支持，成功的概率很高。但是创业也意味着要承担巨大的压力和责任。第二天上午，我接到了王小丽的电话。明远，公司昨天下午开了紧急会议，她的声音听起来很担忧。张总宣布暂停所有新项目的投资，要求全员降薪20%。我心里一沉，看来客户流失的影响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。公司现在怎么样？我问道。很糟糕，王小丽说，大家都在传客户要集体撤单，不少人已经在偷偷找工作了。刘大伟昨天就投了简历。我能想象得到办公室里现在的气氛。当一家公司失去了核心客户，员工的信心也会随之崩溃。张总有什么具体的应对措施吗？我问。他说要亲自去拜访客户，争取挽回合作关系。王小丽说，不过大家都不太看好，毕竟那些客户的脾气你也知道。确实，以张总的性格和能力，要想说服那些客户重新合作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。明远，你真的不考虑回去吗？王小丽最后问道。现在只有你能救公司了。我沉默了一会儿。公司的困境确实让我于心不忍，特别是想到那些无辜的同事可能会失业。但是回去就意味着要重新接受那套管理模式，重新忍受不被尊重的待遇。小丽，我暂时不会回去。我说，不过如果公司真的遇到危机，我会尽我所能提供帮助。挂断电话后，我决定主动做点什么。我给华鼎的陈董事长打了个电话。陈董，昨天张总应该联系过您了吧？联系了。陈董事长说，不过小李，我的态度不会改变，我只认你一个人。陈董，我理解您的想法。我说，不过我想请您给那家公司一个机会。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下。小李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虽然离职了，但是这家公司还有很多优秀的员工。我说，
他们的产品质量和技术实力确实不错，只是管理上有些问题。那你的意思是？我想了想，说道：陈董，您能不能给他们3个月的观察期？如果在这3个月里，他们能证明自己的改变和诚意，您再考虑是否恢复合作。陈董事长沉默了很久。小李，我这样做完全是看在你的面子上。3个月时间，如果他们不能让我满意，就永远不要再联系我了。谢谢陈董，我代表那些同事感谢您。接下来，我又分别给美联的刘总和盛世的王副总打了类似的电话。虽然他们的态度都不太积极，但是看在我的面子上，都愿意给公司一个观察期的机会。做完这些，我又给张总发了条短信：张总，我已经跟几个主要客户沟通过了，他们愿意给公司3个月的观察期，但是具体能不能挽回合作关系，就看您的表现了。另外，我会把客户的详细资料整理好发给您，希望对您有帮助。发完短信，我开始整理那份详细的客户资料，不只是联系方式，还包括每个客户的性格特点、业务偏好、决策习惯、技术需求等等。这些信息都是我3年来一点一点积累的，每一条都很珍贵。整理完已经是晚上10点了，我把资料发给张总，然后洗澡睡觉。第二天一早，张总给我打电话：李明远，昨天晚上我看了一夜你发的资料。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激动，我现在才明白你为什么能跟这些客户建立那么好的关系。我没有说话，等着他继续。你记录的这些细节太有用了，张总说，比如华鼎的陈董事长喜欢在茶馆谈事，美联的刘总最看重技术参数，盛世的王副总关注投资回报率。这些信息 CRM 系统里都没有，这些都是在实际接触中慢慢了解的。我说，每个客户都是活生生的人，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需求，只有真正了解他们，才能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。李明远，我现在真的明白自己以前做错了什么。张总说，我只关注结果，从来不关心过程，只看数据，从来不看数据背后的人。现在明白还不晚。我说，你有3个月的时间证明自己。3个月后，我在一家咖啡厅见到了张总，他看起来瘦了不少，但是精神状态比之前好很多，眼神里少了那种傲慢，多了一些谦逊和踏实。李明远，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。他坐下来说道，怎么样？这3个月的成果如何？我问道。华鼎的陈董事长已经同意恢复合作了。张总说，上个月我们签了新的年度协议，订单金额比去年还多了 15%， 这个结果有些出乎我的意料。您是怎么说服陈董事长的？我按照你的建议，每周都去那家茶馆坐坐。张总说，一开始陈董根本不理我，我就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喝茶，连续去了1个月，他终于愿意跟我聊几句。我点点头，这确实符合陈董事长的性格，他是个传统的生意人，最看重的是诚意和耐心。后来我发现，陈董其实对公司的产品很满意，他担心的是服务质量会下降。张总继续说，我就跟他详细介绍了公司的技术团队和质量管控体系，还邀请他到公司实地参观。那美联的情况呢？我问。刘总也恢复合作了。张总说，不过他提了个条件，要求我们派技术人员常驻他们公司，随时解决技术问题。这也是刘总的风格，对技术支持的要求很高。盛世那边稍微麻烦一些。张总说，王副总要求我们提供更详细的成本分析报告，
证明我们的产品确实有价格优势。我们的财务部门加班了2个星期，才把报告做出来。听起来，张总这3个月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。公司现在的情况怎么样？我问道。基本上稳定下来了，张总说。不过我们也做了很多调整，成立了专门的客户服务部门，每个重要客户都配备了专门的客户经理，还建立了新的绩效考核体系，不只看签单数量，还要考虑客户满意度和续约率。这些改变听起来都很实用。员工的反应怎么样？我继续问。一开始大家都有些怀疑，担心公司撑不下去。张总说，但是看到客户陆续回来了，信心也恢复了。王小丽现在是客户服务部的主管，表现很不错。刘大为也撤回了简历，专心做技术支持。看来公司的危机基本过去了。李明远，我想再问你一次。张总看着我说，你愿意回来吗？我摇摇头。张总，我已经有了新的规划。这3个月里，我并没有闲着。在嘉华投资的支持下，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，专门做技术咨询和设备集成。陈董事长的华鼎集团成了我的第1个客户，今年的订单金额是3000万。美联科技的新生产线项目也交给了我，合同金额2000万。还有几个新客户，都是通过老客户介绍来的，我也不强求。张总说，不过我想说，如果没有你的帮助，公司肯定撑不过这次危机。这份恩情我会一直记着。我看着这个3个月前还在羞辱我的男人，现在却能真诚地表达感谢。人确实是可以改变的，关键是要有改变的动机和决心。张总，我们还有合作的机会。我说，我的公司虽然规模不大，但是在某些技术领域有优势。如果您的客户有这方面的需求，我们可以考虑合作。张总的眼睛亮了起来，那太好了，我们可以形成互补。离开咖啡厅的时候，我回头看了一眼张总，他正在打电话，语气很和气。跟3个月前判若两人。3个月的时间，一个人可以改变多少？一家公司可以改变多少？这次的经历给了我答案。当你真正尊重别人的价值，当你真正关心别人的需求，当你真正愿意改变自己的时候，一切都是可能的。而我自己呢？从一个被人瞧不起的废物销售，到现在拥有自己公司的创业者，这个转变来得很突然，但也很自然。因为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别人定义的，而是你自己创造的。当你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源时，选择权就在你自己手里。你可以选择委曲求全，也可以选择离开，重新开始。现在的我已经不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自己的价值，因为市场和客户已经给出了最好的证明。那份辞职信不仅让张总看到了他的错误，也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可能。有时候，离开不是逃避，而是为了寻找更好的开始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